来，今天咱们玩点啥 ？SS86线的惊破天，相当于也是换了一个涂装，放在了另外一个系列里边的再版吧。不过这一次很明显的一个区别，涂装做的更加的漂亮了，而且还原度做的也是非常高的。镜头里边可能看出来会偏蓝色一点啊，其实实际用肉眼看的话，还是那种偏紫的一个配色啊。可以从脖子上边直接摘下来，同时领导模块也是前方的一个扣子连接上去的。这边的涂装做的还算比较细致啊，不过并没有使用透明的零件，这一块是一个蓝色的大漆。接着来看一下这次的头雕，我觉得做的还可以啊，包括还原度了、美型了都不错了。之前我记得 DNA 是不是给这惊破天模具出过一个头雕的替换配件包啊？这个86的我觉得没有太大的必要去替换。真要说这个模具哪里有问题，还是这两条腿的一个长度啊，也是现在这吐槽了太多年了，从围城开始就一直吐槽这个身材比例的问题。堵住下半身看，上半身还是非常不错的，但是一加上腿以后，这个小短腿就觉得特别的诡异，而且这个身材比例完全不符合那种美学现在的一些标准吧。配件包其实加长一下这个大腿的这一节啊，或者说鞋底子也没办法增加了，本身这个鞋底子就已经很厚了。除了身材比例这个官方遗留的老传统问题之外，其他方面这款惊破天360度来看，还真没有太大的问题。包括从后边来看，偷胶空洞什么的也不会特别的明显，双腿之间满满当当，腰部后背这个地方。背包其实也完全可以在接受的范围之内啊，并不是那种特别宽厚的。我们把这两个武器拿下来，这个背包的厚度也可以接受。当然，小臂内侧这里还有一个窟窿，但对于现在的官方玩具来说，这已经不叫事儿了。人形身高到头顶在19公分左右，拿起来这个尺寸也是非常不错的。再加上这一次涂装明显的增加，胸口的霸天虎 logo 非常的漂亮啊。这一块的腹肌也有红色的涂装展示出来，膝盖这里做了分层的涂装，不同的细节刻画。而我最喜欢的是看履带，这里边的轮子有涂金属漆，一个一个的刻画出来。这根大炮的颜色也是非常正的那个像动画片里边一样的橘色，还光泽度非常的强，很好。这个模具额外加了2个武器，设计的很有意思啊！仔细看一下，其实就是从宇宙大帝那儿出来以后，给他的那个飞船，但这回缩小了，变成2个炮。上面的刻画倒是还挺细致的，而大体的轮廓呢，也很还原动画片里边的那个新飞船。最关键的，带了俩，还能上下扣合在一起，顺着这个扣子锁住，顺着这边的扣子插在手里，还能当一个武器使。哇，把2个飞船结合起来当成枪，哎呀！其他的可动方面倒是该有的都有了，这些可动来回旋转都没有问题，手腕也可以。腰部旋转吧，因为裙甲会有一些干涉啊，所以转动的幅度不算太大，并没有弯腰的关节。前踢、后踢、侧踢，大腿平转，膝盖90度，脚踝是有接地的。而且最厉害的是，看腿内侧这回都没有透胶，这个这是官方玩具，现在让人就感觉特别的意外。人形的效果可以说非常的不错了，尤其从上半身这里来看啊，还是只要把腿加长了，那这款模具也就无敌了。那我们来开始进入它的变形过程。首先第一步，把这臂炮摘下来，注意它这里是有2个洞的。我们插臂炮的时候，人形要插在上面，这里有一个缺口，顺着这一块起到了一个固定的效果，它不会来回的乱转。然后臂炮一分为2，手臂90度折进这个凹洞里，然后180度双关节对折，和肩膀这一块的扣子锁上它。后边这一块的履带呢，这里有双关节弯折下来，这里边并没有什么卡扣的位置啊，它是一个斜坡式的固定，稍微的转动一下，让这个凹槽落进去。2条胳膊左右都变好，打开成8字。后背这个地方打开这一块的盖子，中间这里有连接的插扣，然后上面这个角先往回窝 ，Z 字折叠双关节，下方这里有卡扣，把它锁上。接着顺着这个地方往开拆，这里边有咬合的插扣。前面这里看
把这一块腰部的这个梯形斜坡状的挡肉位置，整个的锁扣打开。哎，这个就很好啊。侧面这里把这个圆筒子完全装进去，然后用这一块塑造出来一个腰身的一塑形效果，很棒很棒。再下边一层还有插扣，继续的拉开。所以这里边相当于一个 Z 字折叠的正反两项锁，把它全部打开，哎，两个肩膀就脱下来了。然后从侧面这里看，腰部这个时候解锁开了，对，没错，它理论上设计是有弯腰的，但前提是你需要解锁开肩膀，所以这个地方只是变形的关节。拉开之后腾出更多的空间，我们把这个盖子打开，顺着前方胸板的位置，它不是光折脑袋啊，我们要打开这一块，连同脖子一起翻进去。注意头顶尖刺的部位啊，这个地方转正的再往里折，不然会卡边的。脑袋缩进去，然后再把它向下折叠90度，盖子锁上，变成这么样的一个形式。好，接着两个胳膊我们先撩起来，侧裙甲顺着这个关节往前翻折，腾开空间。腰部这里的双段关节往下放，腿先往后稍一稍。好，上面这里再把这个紫色的盖子，根部这里也是一个双段关节，稍微搓一下位，把它锁上。到现在我们就可以处理双腿了，后脚跟180度，然后腿肚子这一块有一个鼓起来的零件，双关节这个地方要多翻转一下，注意侧面这里的卡扣结合，叠成这样的三角形，把它立起来。另外的一侧也是，打开扣子，把它三角形对折起来。大腿根顺着这里边旋转90度，让两条腿夹住并拢。注意这里边所有的插扣固定结合，这样两条腿全部锁起来，然后顺着这胯部的关节往后90度提，在根部深灰色的零件又有两个卡扣和紫色的背包结合，再把它锁住。哎，往下折叠的同时，这一块有一个锁扣，这是第一处结合。第二处结合，在锁下来的同时，侧面这里的扣子和胸甲的边缘这里的凹洞再进行一次结合。好，两边同时夹过来，第三处的结合，把这侧裙甲再跟肩膀锁起来。哎，还等于给肩膀这一块头里换了一个颜色。这个颜色会更还原动画片里边的效果，把肩膀头子和侧裙甲做一个结合。哎，这个想法非常的好啊。而后边这个炮架子的变形，直接顺着腿部折叠90度，再把里边的这根90度翻下来。这里边还是有轮子的，前方这里也有，所以理论上这个惊破天变成了大炮以后是可以在下边推动的，但是这个轮子似乎不是特别顺滑。那现在也是进入最后的装饰阶段，拿出刚才臂炮的后半个，插在顶子上，前方的炮管插在这个地方。当然领导模块也是有一个搭载的位置啊，我们把这个圈套进去，然后靠近胸甲位置，前方这里有一个扣子，我们把它插上，就固定起来了。这个锁链就锁住了，不会来回的活动，非常板正的一个大炮形态，该有的还原度做的其实都还不错，但其实还有两个武器，我们也是可以搭载在身上的。官方的说明书指示啊，让你把这两个扣在这个位置，这样看的话，也算是给主炮做了一个加强的效果吧。哎，不过这样我觉得会不太还原啊。我个人还是更喜欢这个干干净净的效果，会更还原动画片里边的样子啊。但是因为胸甲过宽，如果没有那两块武器遮挡呢，胸甲的边缘在这里会露出来，所以这个看个人的选择。当然，我们也可以略微的调整后边这个支架的角度，以及下方履带稍微拉开一个缝儿，这样会露着一点空。但好处是炮口可以扬起来，姿势会更加的帅气。而这两艘飞船咱们就不往上插了，作为僚机在旁边进行护卫吧。那最后也是总结一下，把 SS86 的这款惊破天，我个人感觉还是做得非常不错的。无论从变形设计、人物的一个塑造，到它最后的一个炮型的双形态兼顾效果，我觉得做的都是可圈可点的。
一目了然的变形，难度并没有很复杂，但是巧妙的零件运用又把一个圆滚滚的炮筒子完全包裹在了腹部中间，还能让身形做到一个更还原动画片里边的效果，是这一款设计师一个非常牛逼的地方。SS86版重新更换了涂装之后，也是让这一款的美型度和还原度有了更大幅度的提升。如果第三方配件包厂能稍微解决一下这一款腿部长短导致的比例失衡问题的话，那这款惊破天可以说是非常的不错了。在身上并没有发现任何的偷胶空洞，是让现在许多官方玩具难以企及的一个高度。手臂上面的一点点空洞其实都可以完全的无视掉，整体的一个完成度非常的高。但是可惜 SS86 这款惊破天最近炒的也是太贵了。反正你要预定的话，350块钱左右的这个玩具拿到手还是非常香的。但现在市面上这款的现货已经炒到了500到600块，将近快翻1倍了，这个就有点太冲动了。那么大家觉得这一款 SS86 的惊破天做的如何呢？欢迎在评论和弹幕留下你的观点。这期咱们就玩到这儿吧。